一看這幾支影片，猜猜看是哪個模型做的？我一開始也以為是可伶3、C-Dance 2，結果全都猜錯。這些居然是一個剛上線的新模型做的 ToonMovie 2.5 Pro。更離譜的是，我幾乎沒怎麼剪。那問題就來了，它是真的已經能直接幫你做視頻了，還是只是看起来很厲害？點好訂閱，收藏讚，我們馬上出發。我平常剪輯用的就是 Filmora， 它是一款上手很簡单但功能又很全面的 AI 视頻剪輯軟件。打開 Filmora， 在素材庫裡的 AI 媒體找到圖像轉影片。重點來了，這裡已經集成了像 Veo 3.1、C-Dance 2.0 這些最新模型，而 ToonMovie 2.5 Pro 就是剛上線的那一位新選手。我們直接上手試試看。先上傳一張參考圖，提示詞可以這麼寫：參考圖片的風格與角色設定，以斗笠劍客為主角，白衣劍客為對手。場景放在雨天的蘆葦蕩中，生成一段具有3A 遊戲質感的武俠視頻，並補充環境氛圍的細節描寫。接下來是重點，把整個鏡頭拆成2個階段。第一段是2人在蘆葦蕩中高速穿梭，雨絲橫飛，身影若隱若現，主打速度與壓迫感。第二段則是正面爆發，对攻瞬間拉滿，招式緊貼，節奏凌厲，進入短兵相接的激烈纏鬥。這樣一來，前面鋪速度，後面給爆發，層次就出来了。參數這裡默認是2K 畫質，時長我們選擇15秒。來看效果。可以看到 ToonMovie 在多鏡頭提示詞的情況下，依然能做到絲滑的一鏡到底，基本是一步到位，觀感很連貫。但對比來看，這是 C-Dance 2生成的畫面就開始有點放飞自我了，比如突然用左手去格擋劍，甚至還會憑空多出第3把劍。第2個測試，我們直接上點強度，不再提供分鏡，只用1段文字來描述整體環境，讓模型自己去理解和發揮。在 AI 媒體裡選擇文字轉影片，模型選 C-Dance 2.0， 然後把提示詞丟給他。一位專業的 MotoGP 車手駕駛着編號46的黃黑配色賽車，從起跑線瞬間全速衝出。參數這邊時長我們設為10秒，控制節奏只看核心表現。这組提示詞，我重點測試了模型在急速運動下的渲染能力。要知道，速度感一直是 AI 視頻裡最難啃的一塊，動態模糊要準，加速過程的物理反饋要真實，尤其是貼近地面的視角，更是公認的高難度場景。從結果來看 ，ToonMovie 2.5 Pro 的表現是過關的，整體觀感相當到位。反觀 Veo 3.1這一輪的發揮就顯得有些讓人失望了。下面是音畫同步極限測試，沒有後期，沒有容錯。接下來我們回到文字轉影片，還是這3個模型按順序來。提示詞這樣寫：一只鸚鵡在叢林中飛過，視角為第一人稱，地震、異國動物、藤蔓、電影場景、動作鏡頭、雷雨、夜晚、飛行聲音，把畫面和聲音的强度直接拉滿。我的天哪！來看效果。
組提示詞，主要測試模型在單一連續鏡頭中面對複雜且混亂的環境時，能否穩定維持 POV 運動。實際結果還挺有意思。CDS 2.0 和 Veo 3.1都不同程度出現了畫面錯誤，比如運動不連貫或細節失真。相比之下 ToonMovie 2.5 Pro 在畫面穩定性和整體一致性方面表現相對更為可靠。好，總結一下這次的體驗 ，ToonMovie 2.5 Pro 的核心其實就3點：第一，分鏡生成，不用自己想鏡頭；第二，一鍵長視頻直接出片；第三，音畫同步，自動卡點。簡單講就是把拍剪卡點全部打包了。Filmore 提供年付訂閱與一次性永久授權2種收費方式，可按需選擇。訂閱可享持續更新與完整功能，永久版一次購買，長期可用。好啦，這次測完 ToonMovie 2.5 Pro， 我有一個很明顯的感覺 ，AI 視頻已經不只是幫你做素材了，它開始在做一件更誇張的事情，直接幫你把視頻做出來。從剛剛的測試你也能看到，圖可以直接變鏡頭，文字可以直接變分鏡，甚至一整段故事可以直接變成一支完整視頻。那問題就來了，以後做視頻的人是不是可以不用剪輯了？還是說 AI 只是幫你更快完成80分，剩下的20分還是要靠人來做？如果是你會用這種工具來直接做視頻嗎？還是更習慣自己一步一步剪出来？你怎麼看？把你的想法留在評論區，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